桃子，何校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带我们家校尉去见秦王。好，跟我来。走。拿酒来，拿酒来，放下就行。我倒酒来。真的不用我来倒酒吗？一人独酌，未免伤神。我陪你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秦王关在府中是否过着酒池肉林、美人在怀的日子啊。酒池肉林倒没有，美人吗？此刻的确在此。十七郎，你还好吗？不怎么好。我的母亲为了生我难产而死。自从我来到这人世间，也不曾有过一日孝顺过她。她出身卑微，生前在梁王府中，就如同一根野草，无人问津，无人在意。她死后多年，连个名分都没有。那日在朝堂之上，我就心想，我哪怕拼了这秦王不做，我也要替他争一争，哪怕就只是一个虚名。可就这么一个虚名，他们都不肯给的。父皇什么都不肯给的。从前我知道我父皇不喜欢我，他怪我克死了我母亲。我还以为他心里有那么一丝丝在意我母亲，如今我才发现，他对我母亲的死好像根本毫不在意。他嫌弃他出身卑贱，对他如同婢女。你说，我母亲为了生我而过世，是不是很不值得？我娘为了生我，也吃了不少苦。据说当年她喝过的药渣，都能堆起一座小山。但我娘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说，她觉得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，就是把我生下来。十七郎，什么恶月生恶子，这都是糊涂人才说出的混账话。你娘辛辛苦苦把你带到人世间，才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自怨自艾，而是希望你可以潇洒恣意地活着。潇洒恣意。潇洒恣意。人生哪有潇洒恣意啊？我本以为收复了西长京，就可以功成身退。可你看现在，这西长京里，这皇宫里，这秦王府，殿宇重重，勾心斗角，天罗地网。我呢？我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到。
替我母亲找一个虚名，我都做不到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我觉得我好没用。我觉得我好没用。其实我很难过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我知道，世界其实我特别羡慕崔大将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一直陪着你。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可你待会儿就要走了。好，那我答应你，过会儿不走了，今晚都不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桃子，这么久没见到我，刚才怎么急匆匆的撇下我一个人就跑了？因为我去给你拿这个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为你采集的药材。你看，这是黄芪，然后还有当归，这是白芍，还有这些。这些药材有的是我在药铺买的，有的是我直接上山采完以后自己晾干的。其实，我每想你一次，就会去采一次药材。每次想我就去采。那我看看，你一共想了我1、2、4、6，你一共想了我30多次。那，你以后要是想我的话，可以来看我嘛，也可以像秦王和校尉那样，给我写信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桃子，你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想我？那你猜猜喽。我猜，你肯定想过我。你凭什么那么笃定啊？因为如果你不想我的话，你就不会叫我去看你，也不会叫我像17郎一样去给你写信了。是吧？我就说嘛。算是。17郎，夜深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许走。17郎，
再画一座城池，我就放你走。殿下如想要，这天下皆是殿下的囊中之物，又何须用我去换呢？我不想要天下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想要天下，可想要这天下的人，却不会放过你。那就把这天下让给他们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只想要你。历经千帆也不离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你终于醒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都过了50了。我记得我昨晚在亭子里喝酒，然后我就喝多了。我还做了一个美梦。做了一个什么梦啊？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美梦，就像是真的一样。你一定是梦到何校尉了。哎呀，这哪来的何校尉啊？我看你啊是得了相思病，病入膏肓了。昨天晚上明明是你自己在这儿喝闷酒，我要陪你喝，你还把我赶走了。是。小伟，吃一点。你吃吧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可不是没胃口，你一个晚上都没睡。哎，咱们要不要去前面镇子上找个客栈，打尖歇息半日再赶路？不用了，其实昨晚我也打了个盹儿。你说说你，千里迢迢、披星戴月的赶来见秦王殿下，怎么就不多留几日？只跟殿下说了那么一会儿话就够了。我只要看上他一眼，就放心了。要是被旁人发现了，又要生出很多枝节来。只是不知道，他如此伤心，如此内疚，要过多久才能释怀？反正我还是觉得，两个人还是要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才好。只说那么一会儿话，哪能够啊？
我看有些人是想跟他的耳朵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啊。小魏，不过你还真别说，我才离开他那么一会儿，我真的就想他了。你呢？你想不想秦王殿下？确实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就是。17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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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郎。你做什么去了？昨天桃子不是来了吗？她说她想吃干果，所以我早上就买了一些，正准备找人给她送过去呢。昨天桃子来了？对啊，她跟何小薇一起来的。哎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走到哪儿了，有没有打尖吃饭？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天不亮就走了。何校尉说不好让看守的羽林卫看到，所以他们天不亮就翻墙走了。我要去见他。啊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。哎，17郎，不是陛下下旨说让你闭门思过，你这样不就抗旨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见他。客官，客官请坐。客官，要不要试试我们这里的新茶？清凉润口。好，再来些吃的吧。好。小伟，我们天黑前应该能赶到洛阳。哎，你们家店还挺雅致，买茶还送花啊？两位请慢用。小伟，尝尝。好香啊！怎么还多倒一杯啊？还不出来吗？这里好挤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你啊。昨天晚上还没看够吗？昨晚呢，醉眼朦胧没有看清楚，辛苦了，这么远跑来看我，让你奔波劳累。心甘情愿，不觉得辛苦。过些时日，我也一定会去看你。殿下出此言，不怕被误会吗？还以为你要带着兵来收回洛阳呢。我阿爹可是一直想着要跟秦王殿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，难道你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啊？他若派你为前锋的话，那我8成要输，到时候束手就擒，难免会有些狼狈。你要手下留情。殿下放心，你若是真有危难，我定会出手相助的。好，得君一诺，敏感武内。但是秦王殿下实在是太勇武了，切不要给我这样的机会啊！借你吉言。那这样你就永远欠我一个人情，还也还不清啊。我看李逆啊，这就是以退为进啊。他假惺惺的上书给父皇，说愿封自己的生母为昭仪，但父皇仁厚，不就封他的生母为贤妃了吗？这李逆呢，那是在闭门思过，那就是整天在琢磨着如何重掌镇西军兵权呢。大哥，父皇让你留下来，主持母后的祭典，也就只能让你遥领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让小裴将军独自领兵去了常州。我们须得提防这条李逆对常州之事指手画脚，
甚至是夺了镇西军军权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既然是行军大总管，自然不会给他们机会的。此去常州，我只说是形势危急，我只让裴元带了30%的兵力和粮草先行，他一定会以为后续必定会有大军增援。哼，做梦去吧！裴元不是只听从李逆的驱使吗？如果此战大败，我倒要看看李逆还能不能保得了他。大都督，您刚解毒不久，还是先歇息一下吧。李逆这个人啊，行事老辣，我猜他8成是要在常州拦截我召回的征百越大军。京中传来消息，李逆被免去行军大总管之职，责令闭门思过。大概朝中会用信王、齐王为主帅，派兵南下了。一将无能，累死3军。有梁王这种昏庸无能的小人做君主，竟然软禁李逆，哼，真是自断臂膀。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派去追踪太孙的人传回消息，太孙似是隐匿在西长京附近的一处村镇。传令下去，生擒太孙，其余人格杀勿论。是。唉，真是时也运也，天命在此，天助我也。哈哈哈哈哈！裴元派人送来加急文书，说是征百越大军已经渡过了汉水，直逼常州了，催朝廷给常州补足军粮，又催着朝中派出援兵。父皇，依儿臣之见，所谓征百越大军，远道而归，疲惫不堪，而且长途奔袭路上也没有什么补给，区区几万人而已。而裴元出身武将世家，又带兵多年，不会连眼下都应付不来吧？小裴将军既向朝中求援，若是朝中置之不理的话，只怕裴家会心有想法。二弟，你就是妇人之人，裴家再厉害，那也是父皇的臣子。如果一味的怀柔，他要什么就给什么，那父皇的威仪何在？只是朝中只拨了30%的军粮，委实不多呀。父皇，从前李逆带兵镇西军，朝廷从来不拨粮草，镇西军一样长驱直入，从劳兰关一路杀至收复两京。如今朝廷再次派遣镇西军，已经拨足了30%的粮草。所谓增派援兵，无非就是想坐吃空饷而已，这些都是军营中不成文的规矩，父皇莫受他们的蒙蔽。你是这次的行军大总管，那以你之见，怎么回复裴元呢？依儿臣之见，朝廷必须下令，命裴元不得推诿，即刻从常州出击，一举歼灭征百越的孙部叛军。不懂还瞎来！说好派给小裴将军镇西军的大部呢，开拔的时候只给了小裴将军30%的兵力和粮草，现如今既不给粮草，也不派援军，竟然还命主动出常州迎敌，这不是让我们镇西军的将士去送死吗？交给桃子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给那个何校尉写信啊？朝廷拒绝派援军支援常州，反倒要裴元出击，我又出不了京城，如今之计，唯有请崔家军帮忙支援常州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石七郎，你让崔家军去解常州之围，这事儿能行吗？反正我在信里说了，就当是我困在常州了，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看什么？
我再看这天下第一小白脸儿究竟长啥样。该求时就去求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要是能用一封信解常州之围，哎，这软饭吃的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嘿嘿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哦，睹物思人呀！唉，我觉得齐王殿下他做的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他心里肯定知道，校尉你一没事儿就会拿在手里摩挲玩赏，可偏偏要用稻草来做这个，那这3天2头给磨坏了怎么办？他就应该呀，用木头雕刻一个才是，这样才结实。还是谢长儿想的周到，不然他怎么会想到给你做一个哨子？因为怎么弄也弄不坏呀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秦王确实不可周到。校尉，校尉，怎么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？石七郎急信。陛下，陛下，常州急报！如何了？小裴将军奉旨出击，苦战2日1夜后寡不敌众，被孙部叛军围堵。镇西军10不存9，小裴将军身负重伤。那常州城呢？平凉大将军崔乙带着崔家军赶到，一举歼灭了孙部叛军。小裴将军趁机带着残存的镇西军渡河，扎营在常州100里之外。但是，崔乙带着崔家军进了常州城。什么？崔乙占了常州城？父皇，常州乃是军事要冲，不论是落到孙敬手上，还是落到崔乙手上，对我们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父皇，裴元丢了常州城，此罪当诛啊！大哥，现在不是论罪的时候吧？常州城是被裴元弄丢的，怎么就不能追究了呢？当日，父皇拒绝了小裴将军的求援，裴宪大将军亲自入宫，分说请求父皇增派镇西军主力。但是大哥，你当时说，小裴将军是未战，有意避战，后来3道旨意送到常州，迫他出战。如今常州已失，这个时候如果再定罪于小裴将军的话，只怕裴家会不答应吧？快想想办法！崔乙那个沙胚，上次抢了东都，这次又抢了常州，再这么下去，朕这个皇帝做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脸面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想保荐一人，若此人能够领兵出征的话，定能收复常州。是谁？臣保荐3弟。不可！李逆正在闭门思过，怎可以带兵呢？3弟自幼能征善战，况且他与孙敬、朱部和崔家军都交战过，尚无败绩。况且这满朝文武之中，只有3弟与裴家素来都十分密切。若此时让3弟领兵常州的话，也许能够打消裴家的不满，重振军心。李逆骄逸狂妄，此前种种的悖逆言行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那此刻还有谁能领兵出征呢？如此危境，难道要大哥亲自出征吗？大哥乃是父皇的嫡长子，就算是父皇首肯，那满朝文武也不可能让大哥以身犯险去领兵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还是莱儿说的有道理。去传旨，秦王反省慎笃，免其责罚，即刻率军驰援常州。是。17，报告，老杜，怎么了？宫里来的人已经等了小半个时辰了，一再催我来问17郎到底醒了没有。不是跟他们说了吗？秦王殿下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起不来床。可是，老包你去吧，常儿不会撒谎，怕他被人3言2语就说露馅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腰疼，哎呦，疼的都起不来了都。那要怎么样你才能好呢，豹哥？得吃那个丰阴楼的炙肉才行啊，就是太贵了，吃不起。
据说得3贯钱呢。得嘞，秦王殿下，我保管把那帮内侍给打发走，绝不让他们来滋扰殿下。哎，把伞给我。哼。小伟，这就写完了？我还以为什么？我还以为你会和秦王解释一二呢。毕竟，咱们不是占了长州城吗？李逆让我来救人，我就得来救人吗？我可是冲着长州城来的，否则怎么对得起咱们崔家军将士啊？再说了，他就凭着这一纸书信，就支持起我崔家军来，我难道不应该自取酬劳吗？大都督，不要外传，免得动摇军心。是，只不过这毒如此阴狠，还是要追查到底，是何人下的毒吧？不必了，只怕在大都督身边留此隐患呢。郑百岳的10万大军，一路奔劳折损，回来的就只剩下6万。没想到剩下这几万人又折损在常州。崔这个老匹夫，果然是个劲敌。大都督，崔已夺了常州，若他与朝中相争，咱们或许还有一二机会。朝中唯有李逆可以和崔乙一战。我看这次崔乙南下，8成就是李逆的主意。没想到我孙某竟然落到如此田地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坚守潼关，尽快的把太孙李玄泽抓到，才能破局。是，一连数日，这个李逆就是不肯领旨。这个逆子，他就是要生生气死朕。再拖上几日，崔家的人就要打到西长京来了。父皇，如今崔家已经占据常州，只要他们愿意，随时可以攻克儋州和泸州。情况如此危急，李逆却抗旨不遵，不以大局为重，理应重罚。罚！你就知道罚！要是把秦王罚了，你去领兵啊？你行吗？大哥，哎呀，父皇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父皇对大哥也是爱之深，责之切呀。三弟也是，平日里素来识大体，怎么突然之间就闹起脾气来了？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这是李逆有意而为之，他在借机让父皇迁怒于我呀。大哥，前几日我去三弟府上，本想着当一回说客，想着若是能劝动三弟的话，此事便了结了。但三弟对我也是丝毫不留情面。我劝你还是莫要再去碰钉子了，自取其辱。哎，大哥。父皇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父皇，方才儿臣心中揣测，三弟不肯领兵出征，定是心中有所求。有所求？你倒是说说看。如今常州战事紧张，
如果三弟想要什么的话，父皇还是给他的好。那你替朕去问问他到底要什么。儿臣当然不能直接问，如果直接问的话，三弟一定会兜圈子，不肯明说。混账东西！我是他老子，他想干嘛我还不能问啦？父皇请放心，儿臣一定全力打探，规劝三弟领兵出征。还是来儿好啊，能明白朕的心意。你那个大哥是个莽撞人，一点儿都指望不上啊。常州之畔汉水中，鱼甚肥美。周者每捕鲜鱼入城卖之，治之甚鲜。忆昔日道中戏言，不禁莞尔。欺君得来，共赏之余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。哎呀，你这一身的酒气啊！石七郎，你还真没猜错，秦王府的亲卫啊，果然找我去跟他们喝酒去了。如何？喝了3坛子好酒，哎，按你的吩咐啊，我跟他们吹了半天的牛，顺带把那句话呀加在这吹牛中给说了。就看我这个二哥有没有悟性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钓鱼。钓鱼？想要烤鱼，可不得先练一练钓鱼吗？这地儿哪来这么多水呀？秦王殿下，小心脚下！无碍无碍。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三弟，我来看望你了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这太医啊说我虚损的厉害，让我无事就在水边静坐，以吸收天地之精华。但你也知道，父皇命我闭门思过，不得出府。于是啊，我便想了个主意。你看，我现在不也是在水边静坐吗？只不过这池子小了点，我呢就让人在这4处周围都撒上了水。三弟这法子真是两全其美啊！我这不是想尽快的病愈吗？三弟啊，我今日此来还有一事，我已经劝说父皇将镇西军军权归还于你了。那怎么行？这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镇西军是朝廷的兵马，怎么能说是我的兵权呢？三弟，如今这常州已经被崔乙占据了，孙敬又盘踞在潼关，西长京是岌岌可危啊！大哥行事莽撞，父皇已经责怪过他了。如今父皇在这诏书中也说了，命三弟你重领行军大总管一职，主理镇西军军务，即刻率兵驰援常州。若是三弟还是不肯消气的话，那我就只好代父皇向三弟赔罪了。哎，二哥，哎，这不是要陷我于不忠不孝吗？父皇也只是想让三弟接旨啊。若我领旨，不能克扣粮草和兵力，自然。虽然这病体难治，但是二哥如此恳切，这父皇又殷殷期盼，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的接受吧。三弟深明大义啊！校尉，校尉，这下秦王是真的来了，来就来呗。你先前还说邀请他吃烤鱼来着，他倒好，一声不吭就领着兵冲着常州来了。带着大军来又如何？难道他就不能带兵来吃烤鱼吗？不是啊，小伟，你说咱们是不是中了他的圈套？你看，他先是写信啊，
指使我们去替他给小裴将军解围，又顺便歼灭了孙敬征百越的大军。哎，可这一转眼，他自己倒是领着兵冲着常州来了。李逆要是真有本事，那就把这常州城再抢回去。来看一下，都攒这么多了，加上上次凑的，我觉得怎么着也有20两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把秦娘子和小喜儿从戏班子里赎出来了。太好了！要不说，宁为太平犬，莫为乱世人。你们说这兵荒马乱的打仗，有多少人活不下去了？就那秦娘子，卖艺几年还落得一身债，班主非得逼她做暗娼，还要把她闺女卖给老鸨。要不是遇见咱们，可不就带着闺女一块投水了吗？救人一役，咱们从明代山寨起事，投奔镇西军，跟随十七郎打仗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平定乱世之后，让更多穷苦的人过上好日子吗？对不对？老二说的对，二哥说的对，二哥说的对。我询问一下，再想点法子，弄点钱，救人救到底啊！这个一定要把秦娘子和喜儿安置好。好，没错，好，干了，来干！公子，听说秦王已经重领镇西军，要来收复常州了。首领，看来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。是。我答应救了你，现在该轮到你去完成答应我的事情了。首领用了族中续命之法，救了我的性命，让我残病的身体康健如同常人一样。我还能像武士那样拉弓射箭。但我不能把崔家军的瀛州布防图交给首领，我也不能和首领一同去攻打瀛州。你这是打算说话不算话？哼！要知道，你已经服下了续命之药，只要我不再按时给你服下续命之药，到时候你就会筋骨寸断而死。首领说过，山野上的鹰之所以盘旋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猎物。在山鹰张开翅膀之时，连野牛都会瑟瑟发抖。我熟知那些中原人的伎俩，我也知道如何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如果首领愿意相信我的话，就派一队人马跟我一起潜入中原。我一定会让首领看到救下我性命的回报。只要秦王出了西长京，我们就有机会对他下手。他在明，我在暗。如今有的是时间，慢慢的谋划。秦王已到常州附近，我们现在有机会对他下手。阿英，这一次，我无论如何都要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大将军，来，喝药了。这药我喝了10几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阿爹的旧伤总是在阴雨天复发，所以这药万万不可随意中断。来，快喝了，对身体好。知道，就你管着阿爹。
听说皇帝让李逆领兵直奔着常州。常州易守难攻，他就算来又如何？难道阿爹还怕他不成？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这回与秦王沙场对阵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阿爹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这个李逆年少轻狂，总要让他知道我阿爹的厉害才是。那是。您好，二位请慢走。小伟，这个唐敏家的玫瑰荔枝樱花酪真是好看，你看，像朵花一样，名字也好听。你呀，小馋猫一个，味道真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冒充公子，引我到此？别射他！小伟没事吧？不好，小心，他们用毒。你到了常州，打算怎么办啊？真领着大军，冲过去稀里哗啦的跟崔家军决一死战？那当然不行啊！我另有计策，可以取得常州。哎，不动刀兵，就让崔家军让出常州？你说这个何校尉吧，半点亏都不肯吃。你写信让他去救小裴将军，他倒是真出兵救人了，可顺道把常州给占了，这也算得太精了吧？我说石七郎啊，你以后啊，肯定怕老婆，你算不过他。说正事行吗？这还不是正事儿？将军，飞鸽传信。哟。这鸽子怎么找到你的啊？哼，挺难驯的。嘿嘿嘿嘿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哎，你说这鸽子肉是不是挺好吃的呀？嘿嘿嘿嘿，我就是一糙人，吃那个风一挪的炙肉就行了。上次你说腰疼，我不是给过你钱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临出京前略有花销吗？老爸，平时没事多攒点钱。等将来哪一天不打仗了，回家置几亩田地，娶个娘子多好。哎呀，这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真到了这个解甲归田的时候啊，当然要攒钱置几亩地啊，然后再娶个娘子。不过现在，我说石七郎啊，你觉得这个鸽子肉是不是挺好吃的呀？啊？谢了。走吧。公子，
别饮酒了，夜半饮酒伤身体。也不知道阿莹的毒解没解。公子，若是当下咱们不使用这个方法，是逼不出李逆的。如果校尉怪您的话，您就说是我自作主张。不，他不会怪我的，因为阿莹马上就要嫁给我了，又怎么会怪我呢？甜汤这么快就好了吗？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啊？你都得了长州，那我不应该深夜潜入把你绑了，以换取长州啊？殿下既然要绑我，怎么还端着甜汤来啊？那不得先哄一哄你，好把你骗走啊？不然万一你这一嚷嚷，我孤身而来没把你绑走，反倒失陷在这里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哼，一碗甜汤就能把我给骗走啊？再说了，这汤又不是你炖的，明明是桃子炖的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你就不怕我现在喊人进来，把你绑起来，再交给我们大将军？绑就绑吧，正好我也是来与崔大将军商议长州之事。你赶紧啊，把这药给喝了。我收到桃子飞哥传讯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来见你。肯定很苦。那我先替你尝尝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？这是解毒的药，都是以毒攻毒，8成都是有毒性的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怎么不早说这药有毒啊？操！没事吧？十七郎，十七郎，没事吧？十七郎，怎么了？十七郎，十七郎，你醒醒！十七郎。怎么样，不苦吧？你竟然敢戏弄我！我哪敢啊！我就帮你尝尝这药苦不苦，不苦吧？不信啊？那你再尝一尝。你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把这里围起来！秦王殿下，竟敢夜入常州，擅闯我崔家军将军府。数月不见，崔大将军安好。何校尉，此人3更半夜鬼鬼祟祟潜入将军府，是要胁迫你吐露军情，伺机夺下常州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大将军。来人，将这私闯入府的奸细带走。哎，大将军，不是的，大将军，不是的。哎，何校尉，擅闯将军府，意图窃取军机，按照我们崔家军的军规，该如何处置？你不是不知道。这几日，你也按照军规禁足吧，免得你私自放走他。
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怎么样？秦王被大将军关进水牢了，我在外头听说了，就想去探探消息，结果被发现了，大将军就派人将我给押了回来。他还跟我说，让萧伟你还有我绝不准踏出这屋子半步，否则的话就拿我们军法从事。这个李逆还总说自己是镇西军最好的斥候，悄悄溜进来看我一下，就这样被阿爹逮了个正着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既然是最好的斥候，那他应该不会不给自己留后手吧？什么后手？你的哨子呢？啊，对啊，秦王要是来了，耳朵八成也来了。我这就吹哨子叫他。小伟，天都已经亮了，可耳朵都没来，齐王不会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吧？不会，谢长儿一定来了。讨厌！小伟，桃子，送早饭了。桃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哨子都快吹破了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想法子来见我们的。是我来晚了，你们这里戒备森严，我好不容易才打晕了一个人进来的，对不起啊。原谅你一次。哎，石七郎呢？秦王已经被关进水牢里了，我跟校尉现在也被关起来，所以才想找你来想办法。难怪我在外面等了半夜，也没有等到他。他现在被关在水牢里面，你得帮我才能救他出去。可是我怎么帮呀？你这身衣服倒是穿得及时。啊！哼！你说你个奸细，上头竟然还给你送早饭，要我看呢，就该饿你2天。真是比石头还硬啊！哎，不知道我被困在这里，你担不担心我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按时吃药？你说你爹那么凶，干脆等我逃出去，我就带着你私奔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为了我才被关到牢里的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了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私奔啊！那我要是反悔了呢？这一次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你走的。好了，既然看到你是活蹦乱跳的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你就在这牢里面好好的待着，等我阿爹消了气，自然会放你出来的。哎，你真走啊？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真走了。喂，小兵！喂！哎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大将军的亲卫，咱们看着能不眼熟吗？啊，这么年轻就当上大将军的亲卫了？哎，真走了。
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我不拿钥匙怎么救你呀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。咱们快点走，阿爹不让我踏出房门半步，我是实际掏出来的，估计瞒不了多久。走。这些钥匙都不在牢里，八成是被我阿爹亲自拿着的，而且有这些镣铐，咱们才好逃出去。走。你竟然敢胁迫我军中校尉助你越狱！崔大将军，我为常州之事而来，我本该堂堂正正登门拜访，但我怕领兵而来，大将军会误会，于是才孤身入府。你这是巧舌如簧！大将军，阿英一夜未眠，让他先回房休息。你要杀要审，我都遵命。放心，大将军如此英勇，绝不是善杀之人。他不会杀我的。别给我戴高帽子！不要以为拿话捧我，我就不杀你。崔大将军不会的。去吧。你喜欢我女儿？是。大将军，李逆心仪崔小姐已久，还望大将军能够成全。你若真的喜欢阿英，我也不是不能成全你。真的吗？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只要不违背忠义二字，我李逆上刀山下火海，必为大将军做到。我要你放弃谋夺常州，入赘崔家，接管崔家军，我就将阿英许配给你。大将军，此事我做不到。你是担心入赘崔家，堕了你的威名？大将军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身为陛下的儿子，我若是入赘了崔家，那就是背弃君父。而崔家竟以皇子为赘婿，朝中上下必然会视作对陛下的羞辱，逐辱臣死。那么朝中也必定会主张征灭崔家军，届时天下又陷入延绵战火之中，是为不忠于国，不孝于父，恕李逆难以做到。拒绝的倒是爽快，那什么也不用多说了，回水牢去吧。大将军，晚辈不想回水牢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大将军，阿英身上有余毒未清，我想留下来多照顾她一些时日，待她康复，我任由大将军处置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也算是有情有义。那么大将军是答应了？但你擅闯将军府，又试图越狱，须得遵照我崔家军的军法，受一次鞭刑，我方可免你牢狱。秦王，是进水牢还是受鞭刑？这两者你自己选。晚辈自当受鞭刑。好，爽快。来人，举鞭子。是。大将军，此处离阿英住处不远，我怕打扰她休息，还是到外头去吧。好，本该关你30日，今日打你30鞭抵过，如何？只是请求大将军不要打在我脸上，我不想让阿英担心。行，成全你，别臭脸上。
心伺候于神医，被你们阿影看出来了。行，成全你。多谢。你要真这么说，哼，那阿爹80%会反问：你以为你带着镇西军就能打下常州？上位一战，焉知胜负？你这学的跟你阿爹一模一样啊！你快点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阿爹是怎么说的？他居然能放你进来陪我？哎呀，我跟他说，你喜欢我，要是你看不到我的话呢，你就饭也吃不下了，药也不愿喝。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还是要放我进来陪着你最好。你阿爹虽然不情不愿，但最后还是答应了。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拿我要挟我阿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吗？没有。你给我看看。你是受伤了吗？没有啊。不对，你把衣服解开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让人解开衣服呢？你不解，我让人把你绑起来，我自己解。不解不解。吃不吃东西？我给你弄东西吃。你解开！阿爹打了你多少鞭啊？30。你堂堂齐王，你就不会端出身份来喝止大将军？你告诉他有君臣之分啊！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镇西军最好的斥候，那你为什么不拿出本事来一走了之？难道他们还会追杀你到镇西军大营不成？好了，阿姨，别哭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没有生气。你脸都气红了，还说没生气啊？我就不认识你这么傻的人。阿莹，你想啊，要是咱们生个女儿呢，千娇百宠的，养得跟明珠一样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臭小子翻墙进来，跟我女儿在床上，还偷吻我们的女儿。我要是发现了，我不拿一把刀把他碎尸万段啊！才30鞭，已经便宜他了。谁要跟你生女儿？儿子也行，儿子也行，反正这事儿你就不要生气，更不要怪崔伯父了。崔大将军，桃子呢？药煎好了，我去拿给你。我要找他拿药。药煎好了呀。拿金疮药，伤口都成这样了，如果今天不上药，明天肯定会溃烂的。那我去拿，但是我拿回来，你会帮我涂吗？你爱涂不涂？这么笨的人，让你疼死算了。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啊？把我放在这3天3夜。你们是谁啊？有没有人啊？小沈，我快渴死了，你给我点水吧。
们把我到这里来有何贵干？只要你们放我走，我家里万贯钱财，全都是你们的。我伯父手下的徐家军号称定胜军，所以是你。没有死，我不是崔林。阿离，你没死真是太好了。阿离，你没死真的太好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是崔林。是，不，你不是崔林，你不是崔林。我叫柳成风，你记住了。记住了，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成风，柳公子，柳公子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，柳公子，柳公子，你相信我，只要放我一条生路，柳公子。绝对不是崔林，我们崔家与接手人有世代的血海深仇，任何一个姓崔的人都绝不可能结交接手人。对，我是柳成风，不是崔林。知道你刚才吃的是什么吗？是接硕巫医精心制作的毒丸。如果你不乖乖的听话，没有及时服下解药，你就会爆血而死。柳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，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柳公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干的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自然会给你解药。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，多谢柳公子。老板，这是我从山上专门给你摘的，真不错，闻起来可真香。哦对，石七郎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大将军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了。我依照军规，先打了他30鞭子。什么？30鞭子？要不怎么说你们家秦王可真是条好汉，被打成那个样子了，也不肯开口向大将军求饶一句。他这个人啊，是这个样子，到死都不会服软。其实我们家大将军也是个嘴硬心软的，但凡秦王肯开口说几句软话，也不至于被打得那么惨。这都是你辛苦摘的，你也吃一个。哦，没事，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行。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啊？原来你们崔家军上上下下都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。我凶得很呢。好好，你凶。大将军，前方战场已经清扫干净，俘虏刚带回来，正在清点盘查。阿阳啊，阿爹是不是不该这样？
阿爹，您怎么了？你刚出生，我就报给朝廷，说你是个男孩子。长大后，柳成风顶替崔林的名字，成了我的儿子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成天鞍前马后的跟着我在外头打仗，将来真要替你招赘夫婿啊！肯入赘的男子，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。别说你，阿爹都看不上。阿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喜欢打仗，我喜欢这么活着。天下男儿那么多，他们能做的事情，我样样都能做。我干嘛还要嫁人呢？一个姑娘家，总是要嫁人生子的。其实，凤儿也挺好。我看她……阿爹啊，天下那么大，如此辽阔，好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，很多事情我也都想见识见识。如果说嫁人生子是其中一种见识的话，没有它又有何妨呢？它不过就是成千上万中的其中一种罢了。阿爹总有一天会老，会离开你，到时候你孤零零一个人，我有什么颜面去地底下见你阿娘？阿爹，这辈子我活得十分开心快活。等100年之后，您见了我阿娘，就告诉阿娘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活法。我想阿娘知道了，她会开心的。还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女儿开心快活更圆满的呢？大将军，派出去的探子小队发现可疑之人，追踪下去，发现是崔离的踪迹。此事先不要让何校尉知道，点上人马，我亲自去。是，大将军。刘公子，一会儿崔乙来了，你该说什么，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刘公子，我记得。刘公子，要是我配合你演好这场戏，你是不是就能把解药给我，解我身上这毒？刘公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演好这场戏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报！大将军，四面已经合围，崔离带人逃入树林之中。给我围严实了，绝不能让他溜走。是。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别过来！退后！退后！撤！撤！伙夫，别动！伯父，我是被逼的，伯父。放开他！伯父，我是身不由己啊！别过来，伯父！你不要逼我！放下剑！你还是我崔家子侄，否则家规军法都难饶你一死。伯父，侄儿也是逼不得已的，我都是被李逆逼的。我不杀阿林，他就要杀我，所以我才设计把阿林逼到了河中。不过等他们人马一走，我就立马从下游把阿林救了起来，还给他疗伤。伯父，伯父！放开他！伯父，你不要逼侄儿！
放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嗯，阿爹，你为什么总是让我练这个呀？因为你是阿爹的女儿啊。劫数凶残，若是有一日挟持了你，阿爹希望张弓搭箭能救下你。过来。阿爹也让我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也是阿爹的儿子，只要你想练，阿爹就陪你练。谢谢阿爹，谢谢阿爹。谢什么？来，阿爹教你。放。松绑。是。我说过了，放下剑，依家规军法还可以饶你一命。你不肯，就不能不依军法处置。剑。你刚说什么？殿下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快忙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这个汤费力溢出来的。可是他那个哎，桃子，过来过来。不是我，不许挠！再挠，你的伤口就该不好了。那你又不替我涂药，我自己又够不到，当然会痒了。那还不是要给你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啊！哼，难说，你这么笨，想必我阿爹看着你就生气，说不定下次还要打你。下次打我再说吧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汤快好了啊。嗯，你试一试啊。挑个大的，枸杞，还有枣，好了，尝一尝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还可以。那你让我尝尝甜不甜呗？还有那么多呢，你自己咬啊。那药苦不苦，我可是替你先尝了。这汤甜不甜，不能也让我尝一尝吗？让我尝尝。安阳，到房中来。公子，公子醒了。哎呦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
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。阿英，公子能安然无恙的回来，我们都十分欢喜呢。太好了，阿英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阿爹，别起来，你得静养。阿爹，啊，阿树也被崔离抓走了，不知被崔离关在了何处。知道，他也被救了回来。多谢阿爹。哎，你是阿爹的儿子，为何如此生分了？可能是劫后余生，有些恍惚，总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吧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刚才大夫来给你诊脉，说你的脉象倒比从前健忘了，说不定这一劫过去呢，以后就好了。是，但愿如此。殿下这是要杀人吗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。我的兄长大难不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，我难道不应该去看看？他要真是你的兄长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可他分明就不是，你还亲手给他磨了一套旗子，手指都磨破了，口口声声叫他兄长，怎么他没有名字吗？他真名叫做柳成风，虽然不姓崔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兄长。反正我不喜欢他，这个人无信无义，当初卖了潼关，害我镇西军死了这么多兄弟。更何况，你还因为我没能及时救他，跟我大闹了一场脾气。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那样。他一回来，你就去看他，还看了半天，就算是真兄长，也过分了吧？这么小气啊？那今天晚上我让厨房送一坛醋来好了，让你慢慢饮。甜汤那次你还欠着我呢，怎么让我喝醋啊？行，那我就喝一口喂你一口，大家一起酸掉牙好了。等会儿崔大将军来了就没机会了。公子妙计，崔离果然死有余辜。他害死了我那么多将士，还害死了阿醒。我早就想杀了他了。留到如今，不过是物尽其用。公子，李逆到府中了。是吗？公子使何校尉中毒，引得李逆来府里。可没想到，大将军竟然让他去照顾校尉。公子，大将军这是要答应将校尉许配给李逆吗？所有不让我娶阿英的人都得死。既然李逆如愿送上门来，那就让他先死好了。阿爹，您找我。风儿，走吧。阿爹，您突然这样叫我，我倒有些不习惯了。风儿啊，自从你重伤落水，阿爹派了很多人寻了你很久，怎么都寻不到。一度也以为你遭遇不测。
后来阿爹和阿莹一起去你的衣冠冢前祭你，我想了很多。从前是阿爹太自私了，虽然小时候也问过你，愿不愿意做阿爹的儿子，但那时候你还不懂事儿，有些话你还不懂。阿爹，我想好了，让你改回柳成风的名字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我会对所有人说，你是我的义子。阿爹，您这是让我认祖归宗吗？如今阿莹也大了，她生性任性，将来是不用我管的。你从小就在我们家里长大，我是真心把你当作儿子看待。我想让你认祖归宗，然后让媒人给你好好物色，找一个贤德的娘子，再生得几个孩子，这样你们柳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阿爹，您这是不要儿子了吗？你虽然改回姓柳，但你依旧是阿爹的儿子。阿爹，谢谢。阿爹，该喝药了。今日怎么是你拿药羹来啊？服侍阿爹本来就是生我儿子应该做的嘛。自从上次我落水受了重伤以后，让阿爹操碎了心。阿爹还替我着想，让我认祖归宗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念。我虽然是明灵之子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阿爹，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所以这些小事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啊，我更要好好的服侍阿爹才是。你伤病初愈，回来还没几天，也得注意调养。回头我让桃子再给你诊诊脉，开些滋补方子。多谢阿爹。来，阿爹喝药吧，小心烫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找我何事？李逆，想与大将军商议常州一事。常州已是我崔家军的常州。秦王想要回常州，不如战场上见真章。大将军此言差矣。原本是李逆写信，相请崔家军解常州燃眉之急。如今大将军驻扎常州，李逆虽领兵而来，但并不愿与大将军兵戎相见。是吗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！别放走了贼人，就是他害了大将军。说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毒计害了我们大将军？我说过了，我正与你们大将军说话，他就忽然吐血倒下，我这才急匆匆出来叫人。我若心怀不轨，为何还要出来叫人？哼，你是明知道逃不掉，所以才不逃吧？
调弓弩手来，别让他逃了。若是阿爹遭遇了不测，就杀了他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怎么样，桃子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。 杀了他，为阿爹报仇！且慢！大将军遇刺一事还没有弄清楚，到底是毒还是别的都未确认。这个人不能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阿爹已经奄奄一息，你这是被鬼迷了心窍。秦王是不会害大将军的。为了长征，这个秦王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此人诡计多端。 如果不杀了他，他就会逃脱的。放箭！住手！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你竟然如此对我，何校尉，你是要做反吗？ 放了他！放他走！他已经走了。 以他的能耐，我8成是追不上他。你还要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？来人！校尉受人蒙蔽，放走嫌犯。 将他押进水牢。公子，大将军危在旦夕，有什么处罚，公子暂且记下，还是让我先照顾大将军吧。你还知道大将军危在旦夕？押下去！带走。公子，大将军像是中毒了，校尉也是一时心急，要不让他留下来吧？闭嘴！公子，来人！公子，把桃子也带下去关起来，今后发落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已经脱身了。那何校尉呢？校尉现在被重兵关押，暂时救不出。我们先撤。走。公子，何校尉带到了。是。阿英。 你受委屈了，但今日你当着众人的面拿刀胁迫我，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对你有所处罚。公子不必巧舌如簧，变故促起突然，公子就是想趁机除掉李逆吧？
为何如此相信李逆？他为了常州谋害阿爹，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，你为何不肯相信？事实何为事实？李逆为何要谋害阿爹？他就是为了要夺回常州。一应细节，我已经命人细细查问了。可是李逆的嫌疑明明最大，你不能因为袒护他而放了他。阿英，我们不说这些话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没有吃东西呢，我命人做了你爱吃的菜，你先吃一点。我要去看阿爹。阿英，你把饭吃了，我就陪你去。你如此忧心阿爹，整日不眠不休，茶饭不思。若是阿爹知道了的话，也会忧心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公子，何校尉他……无妨。校尉是被人蒙蔽，如今已深悔，自己错了。下去吧。是。阿爹，无论是谁把您害成这样，我都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您报仇。让我留下来照顾阿爹吧。不行。阿英，阿爹出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，又十分警惕，只怕还有人想对父帅不利，所以才定下了轮流值守之策。阿英，你先回房去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一早，我再带你过来看父帅。你说话算数吗？我当然说话算数了。我觉得咱们不如直接杀进常州城，抢了崔大将军出来，然后好好救治，再跟那些人说，这个崔大将军不是你害的。傻呀你！咱要真这么干了，那是不是得先打常州？那打了常州，石七郎他有嘴都说不清了，到时候崔家军定然视咱们为死敌啊！石七郎，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家校尉呢？他怎么样？校尉被关起来了，公子派了重兵把守，他还想要把我也关起来。我想了想，就先脱身，和耳朵一起过来，想着先跟你们会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查清此事。崔大将军到底被谁谋害？他是受了内伤，还是中了毒？他80%是中了毒。中了什么毒？匆匆忙忙的，还没有诊治清楚，公子就派人把我押走了。阿英，阿爹出事之前，曾找我谈过心，说让我认祖归宗，改回柳成风这个名字。他还说，我仍旧是他的儿子。阿爹跟你说过此事吗？起初，阿爹以为你死了，伤心万分。确实跟我说过，觉得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让你顶着崔林这个名字，对不起你，也十分后悔，没能让你做回自己。这次阿爹也跟我提到了，
阿爹还说，让我改回柳成风这个身份之后，与你成亲。阿爹还说了，若是我们能生得几个孩子，长子就姓柳，其他的孩子就姓崔，这样不仅我们柳家后继有人，崔家也有了。阿英，阿爹这样一心一意为我们打算，只可惜他老人家还没有将此事办妥，就被李逆给暗算了。公子，阿爹当真这样说过吗？当然。阿英，我们2个人拜堂成亲吧，这样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上次你胁迫我一事，军中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。而且我们2个人成亲之后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阿爹了。阿爹如今人事不省，危在旦夕，你居然要和我成亲？万一阿爹一高兴就好起来了呢？阿爹如此安排，阿英，你不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阿爹是不会做如此安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等阿爹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我说过了，阿爹是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。你最近日夜忧心阿爹的身体，忧心的都傻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婚事我自会好好安排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着做新娘子。好好看着校尉，不能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调弓弩手来，重兵严守这个院子。我连一只苍蝇都不想看见。是。新娘子，如今吉时将近，咱们还是速速装扮起来吧。柳成风呢？叫他进来。新娘子，今儿是大喜的日子，您这马上要嫁给崔公子了，这是天大的福分呐！去把崔公子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，不然今天这个亲是绝对结不成。新娘子，叫他进来。是。恭喜恭喜！阿英，你怎么还不装扮起来啊？误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是你，是你，对不对？你到底给阿爹下了什么毒？你看你，你这是欢喜疯了，怎会开始胡言乱语了呢？不久前我在常州遇刺，有人冒充你引我出来，但是只想掳走我，不想伤我性命。当时我就觉得蹊跷，引我上钩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刺客也是你指使的，对不对？阿英，不要再说胡话了。
我从10几岁以来，就一直盼着有这一天。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我的新娘子。待我们成亲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也会去杀了李逆，给阿爹报仇。给阿爹报仇？刘成风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就是你给阿爹下的毒，是不是？阿爹一直把你当做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我也从小把你当做兄长一般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？阿英，你看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簪子，今日终于有机会把它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你了。拿开！阿英，你可不要乱动啊，我怕我会伤着你。万一你受了伤，阿爹知道了，他老人家有什么不测怎么办？你居然敢拿阿爹威胁我！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会高兴。若是因为阿爹担忧你，阿爹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给我滚！阿英，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还要请阿爹出来，亲自见证我们拜堂成亲。你敢动阿爹半分试试？阿英，只要你乖乖与我成亲，阿爹就一定会好好的。来人！奴婢在。给校尉整理好衣冠，等吉时一到，就带他去洗堂。是。恭喜公子，今日定要不醉不归。可惜大将军身子尚未痊愈，不然便是双喜临门呐。阿爹，今日是我和阿莹成亲的日子。您看看这满院的宾客，都是来祝贺我们的。阿爹，虽然您还病着，但是儿子还是想让您亲眼见证我们的喜事。阿爹，我做您的儿子20余年，您从未亲口答应让我娶阿莹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靠自己，才能得偿所愿。阿爹，今日抬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，如今崔家军是我的，
你的宝贝女儿也是我的。阿爹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好好继承您大下的基业，也会好好守护您的宝贝女儿。阿叔，这杯酒，儿子敬您。喝完这一杯，儿子就要和阿莹拜堂成亲了。来。Better not text or I'll come off desperate.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, baby, you'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, under my bed,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, standing right there.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,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? So if I play dead,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, that you said? 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're doing, and my heart'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. I feel like when I'm with you I'm losing.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,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. Was it me? Is it me? Am I deluded? I'm the one who's always sorry, the conclusion,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.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, it's stupid. When I'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. I wish I wasn't struck by Cupid.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. When I'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, I feel diluted, my heart's been wounded.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,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. With you I don't ever feel calm,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.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. You don'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. You don'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. You don't ever wanna set me free.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, baby, you'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, under my bed,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you get